Hello， 各位好呀！又是槟城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我驾上小摩托，继续为大家去探索槟城隐秘的角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不去海边，也不去山上，而是深入到槟城的闹市中心。在这里呢，不光仅仅有高楼大厦和水泥丛林，这里还隐藏着3个我个人非常喜欢小而美的公园。那么，请大家就随我的镜头一起去探索一番喽。槟城隐秘的角落之4啊，在日落洞这个老城区的最中心的位置呢，有一个非常漂亮的、非常绿意盎然的一个公园，叫做 Bukit Damba Park。这个公园呢，坐落在日落洞的最中心的地方。那么一般的游客呢，都不会注意到这边。来这里呢，主要是附近的街坊邻居和当地的居民才会来这里锻炼啊、游玩。但这个地方呢，非常值得来看一下。它整个呢，它既然叫做 Bukit 呢，就说明它是一座山了。所以它整个公园呢，其实是在一个小小的一个山坡上的。所以整个公园呢，也是高低起伏。入口呢，是在这个小山坡的最低处，我们要一直往这个小山坡的顶上走。当然，一听到山也不用害怕啊，这个山其实并不高，撑死只有海拔50米左右。这座小山走到半山腰呢，还有一个龙王庙，山王庙。这里呢还有很多的小茶座，平时到这里来喝杯茶什么的挺不错的。已经快到顶了，走了5分钟不到就到顶了啊，非常小的一座山。山顶呢，其实我感觉更像是一个操场。它是一个圆形的一个跑道，正中间的是一块大草坪。现在呢，因为是正午，所以说没有什么人在这里锻炼。一到晚上呢，很多人呢会在沿着周边这个跑道呢慢跑，中间草坪上呢也有人打羽毛球啊什么的。哎呀，槟城的中午还是很热的。大家看这个树，应该就是油棕树。当然和我们在棕榈园看到那些油棕树不一样，但是这个也是棕榈的一种啊。这个果子跟我们以前在油棕园看到的这个果子有点像啊。你在这拿就是槟榔吗？我也不是很懂啊，有没有懂的朋友啊，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果嘞？在Bukit Damba的山顶呢，就可以远看那个槟城一桥然后天气好的时候呢，还可以到对岸的大三角。大三角那座山，但今天呢有雾，所以说不是很看得清楚。然后在Bukit Damba的对面呢，就是升旗山喽。好热，赶紧到阴凉的地方去歇一下。然后从这个山顶的这个小操场，从另一头下去呢，就是一个儿童游玩的地方，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儿童乐园。这个地方就比较凉快，可以坐在秋千上乘凉了。哇，这个棕榈树巨大，就像一把把巨大的遮阳伞，在这个炎热的东南亚的午后，给你提供大片大片的阴凉啊！这个就是 Bukit Damba 这个公园的全景，不是很大，但是呢，玩起来却非常有乐趣。而且这个地方我发现还有一个好处呢，就是拍照特别出片呢。各位喜欢拍照片的朋友可以来这里试试。它的光影啊，它的这个绿色的底色啊，都非常的棒，适合拍照片。这里别看午后没有什么人，但是一到傍晚到晚上呢，这个山头上就都是散练和散步的这些人。哇 ，OK， 一圈逛完了，差不多也该回去了。Bukit Damba非常不错哦。那么第2个我们要来的隐城的角落呢，就是这个卡巴辛海滨了。卡巴辛海滨这里呢，其实是一片住宅区，它严格意义上讲，它并不是一个旅游点，或者说是一个景区啊。这个卡巴辛海边呢，是周围很多这里的
店家。那么晚上，尤其是夜幕降临之后呢，在这里逛逛商店、吃小吃，然后在这边的酒吧喝酒啊，然后在这里的卡巴辛海边散散步呢，是非常惬意的哈。在这个海边那边过去呢，还有一条游步道，可以直接通到一个刚才的那个头条路的斗姆宫，它是一个步行公园。那我们现在就不过去了，我们着重看一下海边的这个景色啊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卡巴辛海滨公园，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景区或者公园，它和周边的居民区的分界线呢很模糊。左手边是一望无垠的碧蓝海面，而右手边呢，则是居民区商业楼和无数的商店和餐馆。正是这种充满了生活化的氛围，才让您在这里漫步显得分外轻松。此外呢，卡巴辛是槟城一位著名的法律界和政治界的人物，为槟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也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。那么在卡巴辛的海边的海地上一直往前散步呢，当你看到这个麦当劳标志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啊。这边呢摩托车是过不去了，然后穿过一道小桥之后呢，就是著名的那个渔人码头那个美食中心，也就是我们槟城非常著名的一个海边的一个美食中心了。看到对面那有一个浮桥啊，浮桥过去呢就是渔人码头的美食中心啊。然后这里呢就是卡巴辛海边的风景啊。关键呢是这个卡巴辛的海滩呢，它是在市中心的，在边上呢，除了可以看海景之外呢，还有很多的酒吧呀、小吃店啊、一些商场啊，可以顺便逛一下。就在街道的左侧啊，可以作为一个饭后休闲散步的好地方。那么既然去了卡巴辛海滨公园，有一个和它感觉非常像的叫做皇后湾海滨公园的地方呢，我们也必须要一起去一下。皇后湾的建设比卡巴辛海滨公园更晚一些，所以它的配套设施也相对新一点。同样和它相应配套的也有高尚住宅区和相应的同名的购物中心。同时在皇后湾海滨公园的正前方是槟城的木扣山岛，同时在这里呢还可以眺望槟城一桥和二桥。整个 Queen's Bay 这个水岸公园区域呢，它的主体建筑呢就是后面这个 Queen's Bay Residence 这个高尚的 condo 住宅区哦。但是在住宅区的底部呢有一系列的双业体，基本上99%呢都是一些比较有档次的餐厅，有韩国料理、日本料理、中国料理、西餐，各种你想到的这种餐饮都有啊，还有一些酒吧呀、live house 啊。然后在这边呢，可以看那个槟城的一桥，这里有一艘渡轮啊，这条渡轮呢，原先是冰岛和北海之间用来通勤的一个轮渡，那么后来退役了，就停泊在 Queen's Bay 这里，成了一个小景观了。那大家看到在 Queen's Bay 对面呢有一个岛，这个岛呢就是槟城的木扣山岛。曾经呢它是一座监狱，在槟城的一些犯了事儿的人就会被流放到这个岛上。那么后来呢它就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了。那么时至今日呢，好像木扣山岛的旅游好像还没有完全恢复起来。自从疫情期间，上岛的船被暂停了之后呢，它就一直没有恢复。大家再看右手边的远方呢，就是槟城的二桥。所以说这个区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它就刚好在槟城的二桥跟一桥中间。然后呢亮灯了啊，刚好这个时间它大概是7点钟吧，它开始这个公园亮灯了。然后呢这边的 Queen's Bay 的水岸公园逛完之后呢，可以到马路对面的 Queen's Bay 的这个 shopping mall 去看看，逛一逛，然后 shopping 一下，买点东西，然后也可以吃饭，有美食广场。那个地方也是号称是槟城最大的shopping mall 了。然后马路对面的这种建筑呢，就是 Queen's Bay 的 shopping mall。
但是这个高尚住宅区呢，有一个问题啊，它刚好是在那个槟城机场飞机起降的路线上，所以每次有飞机飞过呢，就嗡嗡嗡嗡嗡。那白天也算了，那如果晚上有夜晚航班经过的话，这个晚上这里会比较吵。我选房子也好，选旅馆也好呢，一般呢都喜欢比较安静的区域。也许可能它这个隔音设施做的比较好，可能真正住在里面的人可能并不会太感得出来吧。刚才打开大疆的那个无人机遥控那个 APP 发现呢，这个区域呢的确，它显示是属于航空管制区。就说明它是在这个飞机场的这个起降航道上的，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确，我估计每天白天还是晚上呢都会有飞机经过，会比较频繁。那么同时这个地方无人机也不能放咯。哇，又是一架！哎呀，这么高频次的，才几分钟之内就已经好几架飞机飞过了，哈哈哈哈！这个高尚住宅区看看就罢了。要我买也好，要我租也好，我是不会考虑这里的了，太吵了，太吵了。哦哟，OK， 这就是 Queen's Bay 啊。由此呢，我想到了一个事儿啊，就是各位如果在买房子也好，租房子也好，想看一下这个房子是不是在这个飞机的起降这个航道上，或者说附近的机场的距离是不是近，会不会影响到你平时的生活或者造成某些安全隐患的话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打开大疆的无人机的操控 APP， 然后看一下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禁飞区。如果你所在的地方呢，无人机是无法起飞的，或者是禁止起飞的，那这个地方的房子呢，我觉得最好是不要选择，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在飞机的航道的正下方。不管是出于从生活的这个安全角度考虑，还是出于从那个环境啊、噪音方面的考虑呢，我觉得能避则避吧，这种位置。OK， 今天份的槟城隐秘的角落就介绍到这里。其实槟城岛是一座非常有温度的大都市，它并不像那些冰冷的水泥丛林的普通大都市一样，在它的市中心呢，只要您细心发现，还可以找到不少的惊喜。以后呢，我还会继续为大家介绍。